Hello，我是 Selin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Selina's Digo。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体重飙到60公斤，体脂34%，我以为是我吃太多变胖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单纯的变胖，而是身体已经在用荷尔蒙失衡来提醒我。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你们分享我在减脂做对的3件事情。我以前以为只要少吃多动就会很顺利的减肥，但事实是错了，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一些减肥的基本概念，结果是越减越肥。大三的时候进入了一个直销的俱乐部，那时候呢，其实奶昔也不便宜耶，就是一罐也是好几百块，加一加也要2-3千，跑不掉。最极端的做法就是早晚喝奶昔，中午正常吃。正常吃呢，也不是所谓的正常吃，其实因为早上只有喝一杯奶昔，很容易就饿了，所以中午当然就会吃的比平常还要多，就是疯狂的想着等一下要吃午餐了，我要去自助餐加一堆肉一堆菜，然后还有吃1碗饭。那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像是病态的做法，因为午餐吃完之后到了下午就会慢慢饿嘛，可是晚上只能喝一杯奶昔，然后那时候就是泡一杯奶昔，就觉得自己为什么要过得这么的辛苦，为什么减肥总是让人觉得很痛苦呢？当时也很盛行这个方式，所以就是很成功的有减下来。那当时候呢，对我减肥的效果其实影响蛮大的。其实我国中跟高中的时候是一个算是肉肉的一个女生，对，因为国小还算瘦，就可能体重没有很重。到了国中之后呢，身高已经有点长不太上去了，所以体重慢慢增加，当然看起来就会比较壮一点，比较胖一点。那时候比较困扰就是 baby fat， 就是婴儿肥，就觉得自己的脸上怎么这么圆，很胖。因为青春期嘛，所以很多对于外貌的焦虑，对于身材的焦虑，就觉得减肥下来，我就会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国中的时候还要考升学的考试，所以就是真的是压力蛮大，克制自己的食欲，还要一边读书。那读书其实非常消耗脑力，读书读得很累了，我还只能吃一点东西，真的很过分吧？青春期的女生来说，我真的不是很建议透过这样子极端的方式来减肥，因为你们还在发育，还在长大，还在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时候，正常的吃3餐，正常的去运动，体育课的时候就去运动，平常的话多走路，或者是你可以跟朋友出去逛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国中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胖胖的，印象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53-54公斤吧。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最有压力的话是对我来说是课业，我一直很想要考到一间好学校，考上一间好学校等于通往顺畅直雅的人生，你知道吗？那时候会有一个想法，很想要考上国立大学的英文系。那时候的梦想是想要当老师，但后来这个梦想破灭了。对，就是我发现我没有想要往这边走。在高中的这3年呢，其实我很多时间都在读书，都在克服同侪压力的时候。在高中的生活对我来说并不是这么的快乐，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压力，也很少跟朋友出去逛街，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运动。那我从小到大非常讨厌运动，我很讨厌跑步，我很讨厌会让我觉得很喘的运动，像是打篮球、打排球、打任何的球类，还有躲避球，这是我最讨厌的。也很讨厌老师每次的时候都会叫我们要先跑步才能做后续的体育活动。在我高3考完学测之后，我非常想要积极的减肥。当我知道我有录取了之后呢，我就开始积极的规划我的减肥运动，单纯的就觉得说少吃多动就可以了嘛。所以我早上可能就是吃麦片 cereal 那种高糖类的麦片，加上牛奶，还有1颗苹果或者是1颗奇异果，变成早上的早餐。看似很营养，但其实非常容易饿，因为 cereal 是比较属于高糖类的麦片，它不是真的像燕麦片可以延长你的饱足的时间，可以让你的血糖更稳定。那我那时候中午只有吃1小碗的饭，没有夸张，就是真的是那种如果你家里有那种小碗的话，我就是午餐营养午餐，我只装这1小碗的饭，然后还有菜跟肉，会很克制自己的食欲。我连汤都不喝，因为我知道汤很邪恶，
学校的汤真的热量有时候非常非常的高，到了差不多3-4点，天哪，有够饿的，疯狂的喝水，疯狂的就是想办法要怎么止饿，捏捏自己的大腿好了，非常痛苦的经验。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妈会煮菜，所以我就是吃很多菜，然后一些蛋白质。那时候我不吃淀粉，不然就是吃1小碗的麦片跟牛奶跟苹果，就跟早上一样变成一餐。到了9点10点的时候，就是觉得天哪，好痛苦，我睡不着，因为我太饿了，饿到睡不着。每一天都是那种，觉得会失眠啊，好饿啊，明天还要上课啊，还要早起，真的是很折磨我。高3的时候，其实有成功瘦下来，大概是50到51公斤，但那时候其实不是真的瘦下来，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有减掉了肌肉，脂肪也是有，但可能没有这么多。我那时候很战战兢兢的，每天都要量体重，都要看自己几公斤，来监督自己，让自己不要就是失控。所以我就是维持在50到51。那如果有顺利的到50，我就很开心，因为我的目标是45公斤。后来我上了大学，一样持续的减肥计划。我还在我的宿舍摆了一台的脚踏车，我自己买的，就是做一些有氧，然后少吃，有时候会自己用电锅煮饭。那时候真的是连吃都觉得很克制，连吃都要很斤斤计较热量的时候，当然也没有真的很成功瘦下来，就是吃一点就容易复胖的状态。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上瑜伽课，我好像上了2年吧。其实我觉得我对于瑜伽有一个很感谢的地方，就是它让我觉得很放松，可以伸展我的身体，可以让我释放压力，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喜欢瑜伽这个运动。提到我在大三的时候加入了奶昔俱乐部，那时候有时候要48，进而47、46。那其实我那时候最瘦是46.5公斤，非常非常的瘦，比现在还要瘦。那时候的肌肉量跟体力跟现在差很多。我住的地方是4楼，我连爬个4楼都会很喘的那一种，我觉得很惊讶。那时候因为这样子的方式，让我的头发也掉了很多，脸色很容易泛黄，觉得很不健康，而且会觉得就是身体很虚，很容易生病，很容易感冒，甚至会睡不着，就是有失眠的状况。那时候还不知道我生理期时不时不来的原因是什么，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跟我说我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晴天霹雳，怎么会这样？我该怎么治疗？而且医生跟我说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根治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觉得很焦虑、很不安，也不敢跟别人说。我甚至生理期长达半年没有来，变成是我要吃药，生理期才会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然后医生就是单纯的开药给我，然后跟我说你吃药慢慢调。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是因为我的饮食状况，我的极端的减肥的做法，造成我身体健康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后来毕业之后呢，在云岭一阵子，除了找工作，还有一些家庭的因素，甚至是我觉得人生好像没有希望了，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用，很废。我那时候晚上就是会吃很多东西，抱着一条面包跟牛奶在那边吃到哭了。自己为什么会变成暴饮暴食，这么没有自信，这么的痛苦的人？那时候因为暴饮暴食的胖到了60公斤，没错，从46.5最瘦的时候胖到了60公斤。你知道那14公斤有多可怕吗？让我的身体出了很多状况，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恢复了正常饮食之后呢，我的生理期自然而然就来了。我再也不用吃药，我再也不用去看医生，我也没有所谓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也是一个因祸得福吧，让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子对待我的身体，让我知道我的身体开始发出讯号，你的荷尔蒙失调了，因为这样子才会造成你的肥胖，造成你的各种的状况。胖到60公斤的时候，其实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很迷惘，也觉得很想要减肥，在家里会做运动，然后可能会出去跑步的那一种，饮食也非常的控制，甚至吃水煮餐，就觉得天啊，减肥对我来说是一个又痛苦却不得不坚持下去的一个方式。
那时候真的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最痛苦最难忘的时候，也是给我最大力量的时候。我也才发现自己可以多勇敢多坚强，可以让自己重新站起来。因为云林没有什么工作，我就回到了台北开始找工作。那时候我自己租了小套房，一边找工作一边开始减肥的生活，就是不间断的去健身房运动，用更正确更好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恢复状况，进而慢慢的瘦下来。我从最胖的60公斤自己减肥，其实到了差不多55、56公斤左右。第一步我先停止极端的减肥，不再透过少吃多动来减肥的时候，我的荷尔蒙才逐步恢复正常。后来我接触到了重训，那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我才发现减肥可以不用这么痛苦，我只要把营养补足，吃够蛋白质，就可以很顺利的瘦下来。也让我知道饮食跟运动要怎么选择，要怎么规划，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重训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开始慢慢的有一些改变，慢慢增加肌肉量，减少脂肪之后呢，我从34%慢慢降下来，从28%、26%慢慢的减，直到现在维持在差不多20%左右。那我之前有差不多瘦到18%，我现在也是在努力回到18%的体脂，但我发现我现在20%的体脂，因为肌肉量的上升更结实，体态更好看，腹肌的线条也慢慢的出来。减脂不要只有看体重体脂肪，还要看你身体的组成。我觉得如果你把肌肉量训练起来，让你的代谢变好，自然而然身体就会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当你有不一样的体态规划的时候，才可以从细节去慢慢调整，进而达成你的理想的目标。第二步，我开始稳定吃饭。以前减肥的时候就想说少一餐我是不是就可以更瘦了呢？热量减少了我就会变瘦啦。这么天真的想法当然是不对的。当我真的瘦下来的时候，是我饮食正常，1天3餐，运动前可能会补充一点点心，运动后喝一点高蛋白，或是直接吃晚餐，自然而然就不会让自己的身体囤积太多的脂肪。早餐我会吃淀粉跟蛋白质，到了中午之前呢比较不容易饿。中午跟晚餐的话，我会选择更多的蔬菜，还有蛋白质，减少淀粉的摄取。不要害怕吃淀粉，减肥吃淀粉可以让你的饱足感增加，也比较不会暴饮暴食，也可以让你的减脂的过程更顺利。当我开始规律的吃饭的时候，身体会觉得你的身体很安全，不会像节食让你的身体感到饥荒，进而囤积更多的脂肪。第三步，我开始重训，并且培养早起早睡的习惯。我觉得减肥的过程中，除了饮控、重训，对你的身体最重要的就是修复，所以好好睡觉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好好的睡觉呢，可以让荷尔蒙更稳定，不会让你的皮质醇上升。其实我前阵子有一些失眠的困扰，减脂很努力的饮控跟运动，其实还不够。当我没有好好的休息，没有让自己的身体恢复，自然而然就会造成身体发炎，这样子会让你的减脂的过程会更艰辛，也比较不容易瘦下来。可以的话就早起早睡。当我过了25岁之后呢，我就觉得体力真是大不如前，可能因为熬一天夜，需要2天3天的补眠，才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减肥最害怕的就是当你很认真的饮控，很认真的去运动，但是因为睡不好而瘦不下来，让你的努力白白浪费掉了。这个我真的是切身之痛。当我觉得很努力运动，但是瘦不下来，我后来才发现呢，原来跟自己的荷尔蒙跟自己的睡眠有很大的关系。当压力太大，睡不好，又吃太少的时候呢，身体它就会进入了一个保护的模式，进而造成你的脂肪很容易的囤积。所以好好睡觉吧。以上就是今天我分享的减脂过程中我做对的3件事情，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如果你现在也觉得自己卡住了，不一定是不够努力的原因，而是方法需要调整。在减脂的过程中，需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方式，不要过度的节食，不要过度的运动，不要让自己太多的焦虑。当你好好感受你身体的状态，慢慢调整，相信你也可以减脂的很顺利。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下次见咯，拜拜。